辛辛苦苦大半辈子，明明什么大错都没犯，为什么心里却越来越苦？你是不是也觉得，越是努力做个顾全大局的好长辈、好父母，生活反而越像一场怎么也逃不出的牢笼？我们这代人总是活得太小心翼翼，逢年过节准备摆摆，生怕漏了哪一道礼俗，跟亲戚邻居相处，事事顾忌着人情颜面。我们总以为守好了这些规矩，尽了所有的本分，日子就会顺遂，家庭就会圆满。可结果呢？满腹的委屈没人懂，夜深人静时的失眠只有自己熬。其实把你累得喘不过气，折磨你大半辈子的，从来不是生活本身，而是你心里那套太沉重的规矩。今天我要带你走进一段连地府都为之震动的佛门传奇——济公大闹冥界。听完这个故事，你会彻底明白为什么活得越规矩，反而越痛苦。内容的最后，我还会教给你4个每天在家就能做的微修行清单，帮你卸下半身疲惫，找回久违的心灵自在。你一定听过济公，在我们许多人的记忆里，他就是那个疯疯癫癫、酒肉穿肠过，永远穿着破烂僧袍，站拉着破鞋的和尚。大家多半以为他只是个游戏人间、劫富济贫的活佛，但你可能不知道，他圆寂之后，魂魄到了地府，却引发了一场震动3界、前所未有的巨大风波——幽冥地府。那是什么地方？那是亡魂的最终归宿，是规矩最森严、秩序最井然的所在。生前再怎么显赫的人物，到了那里也得乖乖按着冥府的规矩办事。可是济公的魂魄一到，不仅让平时威风凛凛的鬼差们束手无策，让铁面无私的判官们困惑不解，甚至连十殿阎罗都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。整个地府因为他一个人陷入了一种诡异的骚动。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就在这场混乱达到顶点的时候，那位常年坐镇幽冥深处，以无尽悲怨镇压18层地狱的地藏王菩萨竟然现身了。而且一向慈悲为怀的地藏王菩萨竟然罕见地当场震怒，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怒吼。你们可知他是谁？这一声怒喝吓得十殿阎罗和无数鬼差齐齐跪拜，连头都不敢抬。很多人以为济公只是活佛转世，但地藏王菩萨揭开的却是他另一个震撼3界的真实身份。济公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他魂闯地府，为何无人能居？而他看似疯癫的表象下，又藏着什么连神佛都动容的真正使命？世间万象，缘起缘灭。今天这期影片就让我带你走进这个模糊了真实与虚幻，却又直击人心的传奇故事。你会发现，原来我们苦苦追求的平静与解药，早就在济公的那一声大笑里了。话说那天，济公圆寂了，寻常人的魂魄离开身体，多半是迷茫、惊恐，或者满心舍不得凡尘的牵挂，只能被冥府的鬼差用铁链锁着走。可是济公的魂魄呢？他没有走寻常的黄泉路，也没有被引魂灯指引，而是步履轻盈，周身散发着一层淡淡的金光，就这么像散步一样溜达到了冥界的入口，也就是奈何桥。桥边的黑白无常、牛头马面，每天看过千万个亡魂，哪见过这么大摇大摆的？一个小鬼差看他无聊的东张西望，甚至连排队都不肯，大喝一声，手里的拘魂锁一甩，就朝济公套了过去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那条专门用来拘束亡魂、从未失手的冥府至宝，竟然在碰到济公魂魄的那一瞬间，像是撞上了一道无形的光墙，砰的一声被弹开了。鬼差们不信邪，
拿着名铁打造的镣铐想印上，结果镣铐一靠近济公，竟然发出滋滋的声音，不仅锁不住，还裂开了。济公看着这些忙得满头大汗的鬼差，竟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这笑声清朗自在，连周围阴森森的鬼气都被冲淡了几分。为什么冥府的刑具对济公完全起不了作用？这就必须讲到佛学里一个非常核心的底层逻辑。《金刚经》里有一句很著名的话，叫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”。这句话听起来很高深，但其实落实在生活里，意思就是我们眼睛看到的外表，世俗定下的规矩，甚至我们常说的面子、本分，其实都是一种相，是一种无形的标签和枷锁。地府的拘魂锁为什么能锁住普通人？因为普通人心里有执念，有放不下的恩怨，有贪图的财富，有丢不掉的恐惧。这些执念就是拘魂锁最好的施力点。可是济公呢？他心里空空荡荡，干干净净，没有我，也没有执着。一个连自己都放下的人，你拿什么去锁他？拘魂锁套上去，就像套在虚空里，当然瞬间就碎了。很多人会觉得济公整天喝酒吃肉，疯疯癫癫，哪里像个出家人？这其实就是我们凡夫俗子被表象给骗了。为了让你更明白这个道理，我来讲一个禅宗里非常有名的公案，叫做婆子烧庵。从前有一位很虔诚的老妇人，她在深山里盖了一座茅屋，也就是庵堂，供养一位老和尚修行。这一供养就是整整20年，老妇人每天送饭送水，风雨无阻，就盼着这位老和尚能修成正果。20年过去了，老妇人心想，这位师父修了这么久，境界到底有多高呢？于是她想到了一个试探的办法，她找来一个年轻貌美，平时帮忙送饭的姑娘，交代她，明天你去送饭的时候，突然上前抱住老和尚，然后问他这个时候感觉怎么样？你看他怎么回答。隔天，姑娘照做了，上前紧紧抱住老和尚问，师父，此时此刻您感觉如何？老和尚直挺挺地站在那里，冷冰冰地吐出2句诗，枯木已寒严，山东无暖气。意思就是说，我现在的心就像一块枯木靠在冰冷的石头上，就算在寒冬腊月里，也没有一丝一毫的温度和杂念。姑娘回去后，把这句话一字不漏地告诉了老妇人。一般人听了可能会觉得，哇，这老和尚定力真好，真守规矩。可是这位老妇人听完，却气得浑身发抖，大骂一声，我这20年竟然供养了一个俗物。说完，她立刻上山把老和尚赶走，然后一把火把那座庵堂烧得干干净净。为什么老妇人要烧庵？因为她发现这个老和尚修了20年，只修到了死守戒律的枯木，却没有修出活生生的慈悲。一个修行人如果把自己的心修得像石头一样冰冷，对众生没有一点温度，没有一点爱，那就算他外表的规矩守得再好，又有什么用呢？他只是被戒律这个相给绑死了。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济公，济公为什么要喝酒吃肉？为什么要装疯卖傻？他就是在用这种极端的破相来打破世人对规矩的死板认知。他虽然外表看起来破戒，但他的心里却装着天下苍生。他用疯癫的样子去点化贪官，用神通去救助穷苦百姓。这就是佛家说的实相。在菩萨的眼里，没有什么高高在上的架子，只有真真切切的慈悲。济公打破了外在的规矩，却守住了内心最纯粹的善良。这也是为什么当他那无拘无束的魂魄踏入死气沉沉、
规矩森严的地府时，会引发那么大的震荡？因为他那看似疯癫的笑声，即将震碎整个幽冥界的无名枷锁。那么，这位不按牌理出牌的活佛，在地府里究竟闹出了什么动静？我们普通人又该怎么从他的笑声里找到解开自己生活枷锁的钥匙呢？我们接着说回地府，济公在奈何桥头这么一笑，可把地府的规矩给彻底搅乱了。消息很快传到了十殿阎罗的耳朵里，这还得了？区区一个亡魂，竟然连冥府的刑具都拿他没办法。于是阎罗王派出了地府里最精锐的部队，也就是手持生死簿的崔判官，带着牛头马面，浩浩荡荡的来拿人。崔判官一到，二话不说，手里的判官笔在空中一画，一道金光闪闪的符朵就朝着济公镇压过去。这符雷可是带着冥府强大法力的，普通的亡魂一碰着，早就吓得魂飞魄散了。可是当符斗碰到济公周身那层淡淡的金光时，竟然砰的一声化成了无数碎片，就像雪花落在温水里，瞬间没了踪影。旁边的牛头马面一看，急了，两人举起手里的钢叉，一左一右直刺过去。济公不躲也不闪，只是轻轻叹了一口气。就在钢叉快要刺中他的那一瞬间，他身上爆发出一股柔和却无比强大的力量。这股力量不带任何攻击性，却带着纯正的慈悲与清凉，不仅把牛头马面震得连连后退，连他们体内常年累积的阴森鬼气都被这股金光给净化了不少。看着这群气急败坏、如临大敌的冥官，济公又笑了。他笑得云淡风轻，笑得无拘无束，这笑声里没有嘲讽，只有深深的悲悯。他笑什么呢？他笑这地府里的官差就跟凡间的众生一样，太把规矩当回事，反而被规矩给绑死了。为了让你更明白济公这声大笑背后的深意，我再跟你分享一个佛学里很有意思的小故事，叫做老妇念佛与小和尚。从前有一位老太太，她对佛法非常虔诚，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对着佛像敲木鱼，嘴里不停地念着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规矩守得极其严格，谁也不准去打扰她。有一天，寺庙里来了一个调皮的小和尚，他知道老太太在念佛，就故意走到她窗外，大声喊：老太太，老太太。老太太听见了，心想：我正在做早课，不能分心，不能破了规矩。于是她闭着眼睛不理他，继续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小和尚见他不理，又扯着嗓子喊：老太太，老太太。老太太眉头皱了起来，心里开始不高兴了，但还是强忍着不发作，把手里的木鱼敲得更大声。小和尚还是不放弃，第三次大喊：老太太，老太太啊！这下子老太太彻底爆发了，她猛地推开窗户，气急败坏地指着小和尚大骂：你这个小和尚是怎么回事？没看到我正在念佛吗？一直叫，一直叫，吵死人了。小和尚看他气成这样，不仅没害怕，反而笑嘻嘻地说：老太太，您看，您每天喊佛祖的名字千遍万遍，佛祖都没有生气，我才喊了您的名字3遍，您怎么就气成这样了呢？老太太一听，愣在原地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你看看这个故事是不是很熟悉？其实我们很多人大半辈子都活得像这位老太太一样，我们兢兢业业地扮演着生活里的角色，努力做个负责任的父母，做个讲道理的长辈。逢年过节，我们忙里忙外，白白的贡品不能少，亲戚间的礼数不能缺，
孩子的工作、婚姻，我们总是操碎了心。我们以为只要把这些人情义理的规矩守好了，人生就圆满了。可是，只要别人一句不顺耳的话，亲戚间的一个冷眼，或者孩子稍微不听话，我们心里的火气马上就上来了。我们委屈，我们抱怨，我们觉得自己付出这么多，为什么别人就是不懂？我们守住了生活里大大小小的规矩，却被自己的脾气、面子，还有别人的眼光给紧紧绑死了。这些无形的牵挂和怨气，其实就是我们心里的拘魂锁。我们每天都被这些锁链勒得喘不过气，却还以为这就是人生的本分。济公在地府里的那声笑，其实就是要敲醒我们。他用不按牌理出牌的疯癫，震碎了冥府森严的规矩，也是在告诉我们，放轻松一点吧，不要被外在的相给迷住了，更不要用自己定下的规矩去折磨自己，折磨家人。当我们把那些面子、得失、执着都看淡了，你就会发现，那些曾经让你痛苦不堪的枷锁，就像济公面前的镣铐一样，瞬间就会化为乌有。不过，济公把地府闹得天翻地覆，这件事可没那么容易收场。就在十殿阎罗一筹莫展，准备要上报天庭的时候，地府深处突然传来了一阵浩瀚无边的佛力。那位常年镇守在18层地狱的地藏王菩萨，竟然因为济公的到来，发出了震动三界的怒吼。地藏王菩萨到底说了什么？这背后又藏着什么连我们都该看懂的生命大智慧呢？就在十殿阎罗和无数鬼差急得团团转，以为冥界要遭遇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劫难时，地府最深处的幽冥血海方向突然传来了一股浩瀚无边、庄严无比的佛力。这股力量瞬间充盈了整个冥界，把所有阴森的鬼气、凄厉的哀嚎全都给压制了下去。所有的冥官、鬼差在这一刻都感受到了一种发自灵魂深处的敬畏，不由自主地跪伏在地上，因为他们知道那是常年坐镇幽冥深处、发下地狱不空、誓不成佛宏愿的地藏王菩萨现身了。平日里，地藏王菩萨极少插手地府的日常运作，他总是在最底层默默度化着那些受苦最深的亡魂。可是今天，他竟然主动释放了佛力，而且佛光所指的方向正是济公魂魄所在的地方。众鬼差心想，完了完了，这疯和尚闹得太过火，连地藏王菩萨都看不下去，要亲自出手镇压他了。只见地藏王菩萨的身影在无尽的佛光簇拥下缓缓浮现，他看着被鬼差们团团包围的济公，眉目间没有往日的平静，反而猛地一拍金台，发出了一声震耳欲聋的怒喝：放肆！你们可知他是谁？这一声怒喝像惊雷一样在所有人的脑海里炸开。十殿阎罗吓得冷汗直冒，连连磕头。地藏王菩萨叹了一口气，声音洪亮地向整个冥界宣告了一个惊天动地的秘密：他乃是西方极乐世界佛祖座下18罗汉之首，降龙罗汉转世。这话一出，整个地府瞬间陷入了死寂，鬼差们吓得差点魂飞魄散。他们刚才居然拿着拘魂锁，拿着钢叉去抓罗汉之首。地藏王菩萨接着说，降龙罗汉因感念凡间疾苦，下凡历劫，他以疯癫的样子掩人耳目，实则是在红尘中度化众生。今天他魂归冥府，根本不是什么命数尽了被拘捕而来，而是他主动前来要助我一臂之力的。原来地府里有太多执念深重、怨气冲天的亡魂，特别是18层地狱和枉死城里，那些带着极大怨恨死去的灵魂，怎么劝都放不下，导致地狱迟迟无法清空。济公这次来，
就是要用他那不按牌理出牌的疯癫与慈悲，用他那穿透执念的笑声去化解这些陈年怨气的。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地府出现了奇妙的一幕，济公没有被关起来，反而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最可怕的枉死城。他就在那里盘腿一坐，也不严肃地念经，就是笑呵呵地跟那些冤魂聊天，用他的神通让他们看到前世今生的因果。许多原本被仇恨蒙蔽双眼，困在枉死城里几百年出不来的冤魂，听着济公的笑声，看着他那破破烂烂却发着金光的僧袍，突然之间心里的怨气就散了，化作一缕青烟，安心地去投胎转世了。讲到这里，我想请你想一想，我们听着济公在枉死城里超度亡魂的故事，觉得很神奇，但是我们普通人的心里是不是也有一座枉死城呢？为了解释这个道理，我来讲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佛学故事，叫做荒冢与真谛的兄弟。从前有一位老人家，因为跟亲兄弟争夺一块祖传的土地，闹得不可开交，两家人互不相让，甚至对簿公堂，亲情彻底撕裂。这位老人家每天气得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，满心都是怨恨。有一天，他实在气不过，跑去找山上的一位老禅师评理。他巴拉巴拉讲了一大堆自己有多占理，兄弟有多无情。老禅师听完，没有说谁对谁错，而是站起身来说：走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禅师带着老人家一路走到了后山的一大片坟场，那里到处都是长满杂草的荒冢，有的墓碑甚至已经风化得看不清字了。老禅师指着那一堆堆的黄土，平静地问老人家：你看，躺在这里的人几十年、几百年前，是不是也曾经为了几块土地，为了一口气，为了一些财产，跟别人争得头破血流？他们当时是不是也觉得自己真的是命根子，绝对不能让？老人家愣了一下，点点头。老禅师接着说：可是你看看现在，他们穷其一生争夺来的东西，如今在哪里呢？他们现在拥有的不过就是这一方泥土罢了，地还在，人却换了一批又一批。你现在拼了命去争的那块地，100年之后又是谁的呢？他看着眼前的荒冢，突然觉得自己这段时间以来的气愤、失眠、怨恨简直荒谬至极。他终于放下了心里的执念，摇摇头，笑着下山去了。各位朋友，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自己，我们大半辈子走过来，心里是不是也装满了这些过不去的坎？可能是很多年前兄弟姊妹在分家产、照顾父母时产生的恩怨，可能是妯娌之间、亲戚之间那些背后说的闲言碎语，又或者是我们尽心尽力拉拔长大的儿女，长大后却不听话、不贴心，让我们觉得满腹委屈。这些陈年旧账，这些闷在心里吐不出来的气，不就是我们在自己心里建起来的18层地狱吗？那些放不下的委屈和怨恨，不就是困在我们心里的枉死城吗？我们以为是在生别人的气，其实是被自己的执念给锁死了。地藏王菩萨为什么要震怒？因为他看到地府里的亡魂也是这样死死抱着怨恨不放。而济公的到来，就是为了告诉我们一个真相，看懂了，你就放下了。就像那块土地一样，世间的一切恩怨情仇，在时间的长河里，都不过是过眼云烟。别人对你好也好，对你坏也罢，儿女孝顺也好，不孝顺也罢，这都是因果缘分。缘分来了，我们好好善待；缘分尽了，或者是恶缘，我们也要学会转念，不要把它拿来惩罚自己。我们要像济公一样，用一声大笑去超度自己心里的那些冤亲债主。
别再让别人的错误，或者是过去的遗憾，继续在你的心里盖往死城了。那么，道理我们都懂了，可是回到现实生活中，脾气一上来，或者看到讨厌的人，我们还是很难控制自己，该怎么办呢？别担心，佛法不离世间绝。接下来我就要教你几个，今天看完这支影片，你在家里立刻就能跟着做的日常修行清单。很简单，但只要你愿意试试看，你一定能感受到心灵的轻松与平静。我们常说，道理听了千百遍，但脾气一上来还是会破功。这很正常，因为我们都是凡夫俗子。但是六祖慧能大师说过，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绝。真正的修行从来都不是跑到深山里去躲起来，而是在我们每天的柴米油盐、人情世故里去练自己的心。既然我们知道了心里的执念和怨气就是困住我们的往死城，那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像济公那样活得通透、笑得自在呢？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4个日常修行清单，这些都不是什么高深的法门，不需要你花钱，也不需要你花很多时间，只要你从今天开始，在生活里跟着做，哪怕只是一个微小的改变，你都会发现，心里的那块大石头慢慢就变轻了。第一，睡前3分钟的清空观心法。很多长辈朋友都有睡眠不好的困扰，躺在床上，脑子里像跑马灯一样，想着今天谁说了一句难听的话，明天还有什么事没做完，孩子最近的工作顺不顺利，这些人纷扰扰，就是你每天带上床的业力。今天晚上睡前，请你试试看这个方法。躺平之后，闭上眼睛，深呼吸3次，然后在脑海里想象，你的胸口有一条清澈的小河，把你今天遇到的烦恼、听到的八卦、心里的委屈，通通打包成一片片落叶，放到这条小河里，看着它们顺着水流慢慢飘走，然后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句话：今天的因果今天了，睡前放下一切事，就算天大的事，明天太阳升起再说。这3分钟就是你跟自己的和解，做到心不流逝，这就是最好的一种放生，放过你自己。第二，拔除怨气的转念说话术。我们回想一下，平时在家里，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对最亲近的人抱怨？看到老伴东西乱丢，忍不住念2句；看到儿女回家一直滑手机，又忍不住叹气碎碎念。你以为只是唠叨，但其实每一句抱怨都是在给自己的心里累积怨气，也是在折损家里的福报。佛家很讲究口业，从今天起，我们来练习转念说话。当你看到看不惯的事情，火气又要冒上来的时候，请你先深呼吸，在心里默念3声阿弥陀佛，或者是从1数到3，然后把原本要抱怨的话换个方式说。比如，把你怎么每次都这样不帮忙改成我现在有点累，你能过来帮我一下吗？如果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话，那就练习闭嘴，停止抱怨，就是斩断恶循环的开始。当你不再用言语去刺伤家人，你会发现家里的气氛变柔和了，你自己的心也跟着柔软了。第三，生活中的微小布施。很多人以为布施就是要去寺庙里捐很多钱，其实根本不是这样。佛法里有说，不用花1毛钱，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可以做布施。比如言施，也就是给人一个和蔼的笑脸。你去菜市场买菜，对卖菜的老板笑一笑；早上出门，对邻居笑着打个招呼；儿女下班回家，给他们一个温暖的笑容，这就是布施。还有言施，也就是说好话，
去超市结账，对店员说声谢谢。家人煮了饭，你夸奖一句，今天辛苦了，菜很好吃。你别小看这一个微笑，一句谢谢。当你把善意给出去的时候，你周围的正向磁场就建立起来了。你给出去的温暖，最终都会化为福报，回到你自己身上。第四，破除执念的断舍离练习。我们很多长辈家里总是堆满了舍不得丢的旧东西，几十年前的旧衣服，坏掉舍不得扔的家电，甚至是一些空盒子，我们总觉得以后可能会用到，丢了可惜。但其实这些囤积的物品反映的就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执着与放不下。你囤积的不是东西，而是过去的回忆和安全感。今天看完影片，请你给自己一个小任务，去衣柜里或者储藏室里，挑出一件你已经超过3年没有碰过，也没有穿过，但一直舍不得丢的旧物，看着它，在心里对它说一声，谢谢你过去的陪伴，然后果断地把它丢进垃圾桶，或者捐出去。当你把这件东西清出去的那一瞬间，去感受一下心里那种轻松畅快的感觉。济公为什么能走得那么潇洒？因为他身上只有一件破僧袍，他什么都没有，所以他什么都不怕失去。我们练习丢掉一件旧物，就是在练习丢掉心里的一份执念。这4个微小的行动，就是我们在红尘俗世里的道场。不需要敲木鱼，不需要天天往寺庙跑，只要把心安顿好了，处处都是极乐世界。那么济公与地藏王菩萨的故事，到底能给我们这劳碌的大半生带来什么样的终极答案呢？我们又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接下来的岁月？济公在地府的这趟旅程最终功德圆满，他用那份看似疯癫的洒脱化解了冥界最深的怨气，也帮地藏王菩萨往前推进了那宏大的悲愿。当他完成使命，化作一道金光，重回西方极乐世界，重归降龙罗汉之位时，他没有带走一丝云彩，也没有惊动任何人，却给3界留下了一个永远的传奇，也给我们留下了一把解开人生枷锁的钥匙。各位朋友，听完这个故事，咱们再回头看看自己，我们辛辛苦苦大半辈子，为了家庭，为了儿女，吞下了多少委屈，流了多少没人看见的眼泪。我们总以为把所有的责任都死死扛在肩上，把所有的规矩都守得一丝不苟才是圆满。但其实真正的圆满是学会放过自己。地藏王菩萨说，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这句话不仅仅是对幽冥界说的，更是对我们凡夫俗子的这颗心说的。我们心里那些陈年的恩怨，放不下的面子，对儿女无止境的担忧与牵挂，就是我们心里的18层地狱。你不把这些执念清空，你的心就永远得不到真正的平静，就永远成不了自己生命里的佛。济公的那声大笑，是在温柔地提醒我们，人生走到这个阶段，该看开的就看开吧，该放下的就让它随风去吧。别再为别人无心的一句话气得整晚睡不着觉，别再为了那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身外之物和亲戚朋友斤斤计较。儿女有儿女的福报，他们的路终究要自己走。从今天起，把关注的眼光轻轻地拉回到自己身上，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给自己多一点肯定与微笑，给这世界多一点包容与慈悲。真正的道场从来都不在深山老林里，也不在金碧辉煌的寺庙中，真正的道场就在我们每天的柴米油盐里，就在我们与人相处的起心动念之间。只要你的心是慈悲的，是柔软的，是不被规矩绑架的，
那你无论走到哪里，都身处在清凉的净土之中。影片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，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焦虑的世界里，能与你透过这支影片结下一段善缘，是我莫大的荣幸。如果你听完济公与地藏王菩萨的故事，心里也感受到了一丝久违的平静与温暖，我诚挚地邀请你在下方的留言区留下一句你的善言，或者为自己、为家人写下一句祈福，哪怕只是一句简单的阿弥陀佛，愿家人平安健康，或者是写下一句我愿意放下执念，善待自己。当我们把这些充满温度的善念全都汇聚在留言区时，这里就会形成一个无比强大的正向磁场，每一个看到你留言的人都会沾染到你的这份慈悲，而你给出去的每一份善意，最终也都会化作不可思议的福报，温暖地回到你的生命里。愿你在这滚滚红尘中能拥有一颗清明自在的心，像济公一样笑看世间事，走过大半生，依然能有一份不被世俗枷锁绑架的通透与从容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为你带来了一点点平静与启发，诚挚地邀请你按下订阅按钮，并分享给身边需要的亲友。这不仅是对我的一份鼓励，更是将这份善缘与温暖传递出去的美好布施。感谢你的聆听与陪伴，祝福你，日日是好日，时时得自在。我们下期影片不见不散。阿弥陀佛。